上个月的魂线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非凡自由最终决战版，然而价格死贵啊！逛了一圈拼多多，虽然出货就跌，但还是稳在了1400左右。这个价格像我一样的加一点就能拿下全新强字2世加荣耀捍卫者背包，它不香吗？当然原价入手钱包也真的是顶不住，不过现在有个低价入手的渠道，现在正好是拼多多年终魔丸大促，9块9就可以拿下我手里的这个强字2世，1400需要慎重，但是9块9就能入手把玩，只能说太香了。另外我看海牛 MGZZ 全装甲这些热门机体也只要9块9就可以入手，拼多多也是买魔丸的老渠道了，正品有保障。我跟官方磨了很久，要来了3000个粉丝专属9块9秒杀名额，活动链接我放在评论区里置顶了，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而且618也快来了，力度特别大，所以限时限量，链接还在就赶紧去抢。不过既然要聊到高达系列的超级人气王最新形态，那本着本频道专业负责的态度，咱们还是把它拆开来详细讲一讲。先从最强最帅的第一次升级，也就是这台强袭自由20来讲起。毕竟造型上只有小幅的修改，大家可能觉得所谓20没有多大的变化，那从设定的角度上来讲，改变还是很大的。咱们边开箱边细说。这次的盒子塞得非常满啊，3层吸塑，感觉是之前强字能给的东西这里都给了。就目前的价格来说呢，还算是有点良心的。OK， 那么惯例开箱还是先来看到本体。首先有个问题就是大背包导致重量分配不合理，所以装上背包以后很难自立。展示之前咱们还先得把支架给装上，这次除了当下还给了背包的连接位点，虽然得拔掉推进器的盖板，但至少不干涉腿部可动了，好评。那因此没有干涉以后可以摆出这样的双腿交叠的 pose， 也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姿势。 OK， 那么本体展示出来，老观众也都知道要进入机设环节了。这个强字2世相比原版到底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先来看到设定图啊，左边就是原版强字，右边是2世。Z 的系的设定和动画中呈现出来的最终效果一般是两个东西，毕竟原式是大和原邦男，实际作画是种田制，所以比例方面是无法参考的，但机体的细节上能明显看到2世增加了许多的东西，比如肩甲和前裙甲看起来有借鉴 MB 强字的意思。而来到了实际的模型这里，我来旁边补一张同样 M2 的强字，可以看到实际差别没有那么大啊，虽然不能叫做同模吧，但身材比例方面可以看到几乎就是没有变化的。那这当然也是符合背景设定的。原本的强字因为 Foundation 王国的高达抢夺事件，机体受到了大量的损毁，之后由奥布曙光社回收，并在其基础上融入了奥布的新技术进行了升级，但大体的框架是没有改变的，甚至剧场版的作画里天线上的编号都没有改，所以本机实际上只能算强袭自由的改修型号。不过毕竟改修所使用的技术是大战2年后的最新科技，很多东西都做了重大升级，比如动力系统就从原来的核裂变炉升为核聚变炉，这处理提升就不止1点半点了。另外驾驶舱也终于升级为了全周天，终于是跟上 UC 系的科技了，并且还给了双座位啊，只能说吉拉还是缺爱啊，开高达都要拉克斯在旁边。另外2世依然沿用了金色的骨架，一般金色在高达系列里都多少会有抗光束的能力，但强字这里并非如此，骨架其实是 PS 装甲，使其在大激励下依然能够保持超高强度，并且金色其实是骨架自发光，可以通过发光来散热，非常离谱的设定了。玩具这里的骨架应该是用了 MB 的同款技术，金色发色非常闪亮，效果比伪电镀涂装好多了，而且漆面非常牢固，连手这种软胶件都能有非常亮的发色。不过可能是因为这种漆面成本比较高，手型一共就给了4对，实心握拳手、空心握拳手、握枪手和开掌手，倒是摆造型的话基本够用了，这里倒没有什么毛病啊。当然电镀金也不是所有的金色都用上了，一些小缝隙只给上了金色的漆面，甚至有些部分只有佛祖金成型色，导致全身的金色与其说是色差分色，更像是偷懒没涂完，这是我对本款比较诟病的地方。那这些金色的部分设定上其实是裸露的骨架，强字为了绝对的机动性牺牲了装甲的覆盖面积，虽然2世好像增加了一些装甲，但镂空和裂甲依然被保留，毕竟在最强最帅的时代别人根本就打不中机神。但来到新剧场版，相比能防御光束的敌方 FT 装甲， VPS 装甲的这点防御力就不够看了。也正因为已经了解了敌人的装备，2世才带了一把对侧武器，也就是这把350型试制磁轨突击步枪，可以看到枪口也给了银色的细节涂装，整个枪身也是全涂装一印的。那磁轨炮这种东西本质还是实弹步枪，所以这里也给做了换弹的弹夹设计。另外虽然是电磁激发，但后坐力也是不低的，除了枪尾的枪托，侧面还安排了辅助握把，用于精确的瞄准射击。动画中这把枪被安置在了后裙甲的插孔上，通用插孔直接插上去就行了，但估计也是因为这个机构挤占了腰两侧磁轨炮向后转的空间，所以模型这里也没有还原该机构。当然两腰间的磁轨炮也是重要的实弹武器，得高频使用。动画里的强字已经千疮百孔了，最后的底牌依然是腰部和手上的磁轨炮，可见这是破甲的关键。玩具这里能看到这2门磁轨炮造型和展开样式都与之前几乎没有差别，但实际这里也是升级了的，从原本的奇鱼3磁轨炮升级为了飞鱼座磁轨炮，从武器的编号就能看出应该是奥布找扎夫特重新拿的货源，可惜 M2 魂的产品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展开机构，那实际摆 pose 的时候就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素了。
此外，刺猬炮除了型号的升级，光束线基座也换成了以前自由的样式，扣在上方的凹槽内，在侧面留下的孔位则是未来给光束步枪挂载的。当然了，这两柄光束剑也进行了升级，即尖锐蝎虎座，应该也是扎夫特供货的迭代产品。光剑的基座同样是有豁口的，因此需要注意特效剑插入的方向。设定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能扛住光束直击的 FT 装甲呢是防不住光束剑的，而 C 的科技里是没有 I 立场这种东西的，所以 C 的光束剑理论上就是一个小型光束步枪。至于为什么能塑形、能拼刀，甚至能穿透 FT 装甲，我不知道，可能是 C 的系的神棍粒子、幻象粒子在作怪吧。懂得大神记得在评论区科普一下。另外，这两把光剑的尾端也是可以扣在一起的，形成双头光束长枪，但 M2 魂必然不会还原这种小机构的，这里给的也当然是替换剑了。哦，对了，头部两侧的近防火神炮也升级为了啄木鸟2型，胸口的副列位向光束炮烈火也被替换为了陀士多超高能脉冲炮。这门炮应该是改修后除了电磁步枪外唯一的奥布产武器了。虽然火力远超原本的烈火，但动画中没啥表现力啊，依然是红白夹心炮。此外，这次的武装升级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小臂上的光束盾，也是进一步升级为了非凡型。只不过和前面的装备一样，虽然升级了，但是外观特效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通过这个佛祖金的连接键来表现光束盾发射器的抬起以及光束盾的展开。像这样的所谓武装升级，也确实能让阿戴出新品的时候笑出花来。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做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升级的，就比如这两把天狼座高能光束步枪，当然了，没升级那更是符合戴哥心意了，直接把原本的强刺步枪拿来用就行。不过要说完全不同也不对，这次的挂载方式变了，是直接挂到磁轨炮的侧面了，不搞滑轨变形机构了，就是非常简单直接，当然就是丑了一点。当然从设定的角度来看也能理解啊，这对枪已经是当时最顶的款式了，不管是出力、准度、连射方面都是顶级，更何况还能变形做2合1的组合，变成高出力狙击步枪，这个设定已经很帅了，没必要再去考虑什么新的结构。而且这样出玩具的时候也能直接复用老模型，反正其他所谓的升级外观也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看不出来也就不在意了，你说对吧？同样的思路也应用到了其他标志性的武装上，比如说这个背包和原本的 M2 魂强字一样，装龙骑兵需要先取下遮丑的盖板，这里也是完完全全的同模，毕竟在设定上该背包最关键的机构光辉传递者并没有改变。这个通过释放光幕让激光束打在上面形成强光压，进而转换为机体推进力的装置，从观星者迭代到强字这里已经是技术到顶了，更强的版本只能去外传漫画里找天照金翼端了。背包也没有升级啊，龙骑兵当然也就是沿用同款了，虽然和强字相比水印样式不同，但水印上写的编号都是 MA80V， 所以每一枚龙骑兵都和原版是一样的，这一点上万代还是挺严谨的。不过虽然是旧武装啊，实际龙骑兵上还是加入了光束盾发生器，动画中也能很明显的看到其使用的场景，不愧是奥布的改装啊，估计是用了佛晓的不知火背包的技术，从防御性能上来说确实是又提升了一截。不过这样的改装依然是外观上看不出来的，所以龙骑兵也没有什么变化，用的透明支架也和强字是一样的，按着浮游炮的造型从尾端插进去就 OK 了，连接部位都是带豁口的碗状球冠，所以弯折90度和自由摆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支架也是装到之前那个插在背上的连接件里就 OK 了，这些个支架配件都没有阉割进配件包，而是全部都给了，结合上现在海鲜市场的价格还是挺香的。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啊，也就是自由能发射5彩大炮的关键道具多重目标火控系统，这个从自由开始就有的大杀器，20这里也是直接继承了强字的系统啊，毕竟原系统的性能已经绰绰有余了。好的，那么配合 POSE 秀呢，咱们也是把强袭自由20的所有武装配件包括升级的点全部都捋了一遍，大家很明显的发现我这次拍的图还是挺多的，对吧？只能说强字原本老素体的可动设计的确不错，那最后就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次的可动设计吧。首先头部是标准的双段关节，是可以做一个大幅度前伸的，这个好评。但即使借助了双段关节，低头的幅度也非常的一般，不到30度，可以感觉脖子下段关节是有一段干涉的，反而抬头比较给力啊，跨过衣领处的干涉能上抬超过30度。接着左右的侧摆大概也就是和低头一样30度不到，还好360度的转头是没有问题的。大臂的根部带了一段这样的拉伸关节，使得整个手臂的前伸幅度能达到惊人的75度，当然这也是2魂的经典老结构了，因为根部是球关啊，所以也能像这样后摆30度。当然360度的垂直大风车是没有问题的，肩胛也能独立上抬做干涉避让，而大臂的侧平台借助多段关节的力量能达到90度。大臂根部上段当然也配置了360度的平转。接着令人惊叹的是，即使光束盾的小臂甲那么大，曲肘依然是做到了150度以上，小臂贴住大臂很不错。最后手腕甲这里也有轻微的可动，大概10度左右的摆幅。腰部的可动就很优秀了，首先弯腰能看到胸部的下移，配合上腰部球关能达到30度左右，挺胸时能看到整个联动机构的拉伸，达到30度以上的后仰。左右的侧摆除了根部的球关，也能明显看到蓝色腰甲的转动，竟然也能达到30度左右，胸部的联动结构真的是非常优秀。
走360度的平转也当然是毫无压力的，毕竟是球关嘛。前倾架是一个双段的球关，上抬可以超过90度，磁轨炮则是一个短的单球关，抬起幅度只有30度多一点。后倾架倒是能完全90度抬起，前踢可以很轻松的达到90度，不过再往上的话就很容易崩飞前倾架。正常情况下的话，90度前踢是没有问题的。后踢正常也能达到90度，不过干涉太多，这里就大概到75度左右。侧踢一定要把磁轨炮转到后方，不然会崩掉，实际也能达到90度的幅度。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配置了的。小腿肚后方的喷口也具有一定的上下摆幅，不过因为收不进腿内啊，屈膝的时候干涉明显。屈膝的极限就是150度不到，喷口会和大腿根部干涉，这里是比较让人诟病的，而且膝盖的造型也很空，很难看。脚踝这里整个脚掌可以上抬60度，非常的不错，但向后就基本不行了，几乎是没有角度的。脚尖的可动是反过来的，上抬大概15度多一点，但向下折叠能一口气达到100度，专为双腿并拢设计。而且脚尖是一段完全独立的可动，甚至可以做360度的旋转。但如果单说连上脚后跟的正常接地，那大概也就是30度左右，一个球关的正常范围。最后来看到背包啊，根部是一个3轴的可动，首先可以横向90度翻折，接着当然180度的翅膀展开没有问题，这样的竖向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上翼片有一个2段的展开机构，能让翅膀的张开角度更大。OK， 整个可动看完，简单总结一下，虽然整体关节还是老式的球关居多，尤其是球关套 PC 键，未来的松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部分关节是铁磨铁，松动也是迟早的事。但买玩具不就是拿来玩的吗？仅仅从玩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比之前的无限正义还要好玩，是当前我玩过的144比例里当之无愧的把玩 T0，加之造型和配件给的都很不错，当前这个价格即便单买20，我也觉得还是值得一收的，毕竟戴哥对系列 T0 人气还是很重视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强袭自由20的全部内容了，长视频制作不易啊，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投币。下期视频咱们自然就该聊到强子20的进化，非凡强袭自由了，想看的朋友记得关注，大家下期再见喽。